失散多年的弟弟回家第一天便自称能预知未来，还指着张婶说他活不过明天。众人骂他口无遮拦。第二天，张婶却离奇坠亡。随后他断言祖宅不吉，搬家次日老宅竟成一片焦土。最后他当众给我扣上扫把星的帽子，我被迫离家，转身遭遇车祸，惨死街头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他宣称有特异功能的那一天。各位家人，我很高兴能在失散10年后回归家庭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外面也学到了不少本领。不谦虚地说，今后陈家有我在，必定更加辉煌腾达。我一定能为大家趋吉避凶。陈渊正吹得起劲，我脑中忽然一震，我重生了。看着眼前这个害我前世惨死的仇人，我只觉得血气翻涌，恨不得当场撕了他。这小少爷怕不是从神经病院放出来的吧？说话颠三倒四的。有他在辉煌腾达，我看他是个大傻杯。话音刚落，陈渊眼神骤冷，死盯着张婶。一个连明天都活不过的人，还有心思嘻嘻哈哈，早点回家准备后事吧。老娘活得好好的，倒是你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野猫野狗，竟敢跑到陈家装神棍。只见大姐抬手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这么大人了，竟敢口无遮拦！你说别人活不过明天，这是你自找的。陈渊，你在外面这些年学坏了不少吧？陈家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可不能让你出去丢人现眼。我不是胡说，我真的能预知未来。住口！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就给我滚出陈家！陈渊还想为自己辩解，就在此时，我的未婚妻赵美如忽然走上前替他打圆场。两位姐姐，你们别生气，陈月弟刚回来不懂规矩，别跟他计较。这一幕让我心头大震，如今我重生再看才觉得不对劲。他怎么会和陈渊如此默契？难道他们早就认识？大姐二姐虽然心里不悦，却也不再追究，只是冷着脸把陈渊安排到了1楼工人房。正当气氛稍有缓和，赵美如却又开了口：月姐，既然让陈月弟弟住1楼，那我觉得还是把张婶调到5楼吧，免得他们两个再碰面又起冲突。此时我心中却骤然一紧，前世就是因为这安排，张婶才从5楼跌落。我清楚地记得张婶的死，几乎毁掉了二姐一生。大姐，还是别调张婶了，刚和陈渊吵过架，你这时候就把他调走，他会以为是惩罚，会寒了心的。陈瑶，你怎么只替张婶考虑？你弟弟才刚回来，就要和跟他不对付的人相处，他心里的多难受啊！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齐齐看向我，好像我成了故意刁难弟弟的小人。那好，我愿意和陈渊换，让他住3楼，我搬到1楼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前世张婶从5楼跌落，这次我让他一直待在1楼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从楼上摔下来了。没想到哥哥还挺有爱心啊，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护着一个下人。可惜不管你怎么做都是徒劳，因为他根本活不过明天。我胸中一股怒火腾起，猛地推开他。陈渊，你在外面装神弄鬼我管不着，但你进了陈家就得守规矩，再胡言乱语小心家法伺候。陈渊眼底一抹愤恨迅速闪过，却很快被他压下，换回了一副无辜笑脸。随后张婶在搬行李时，我特意交代他千万不要到楼层高的地方去，也不要出门，尽量规避一切风险。我知道了，三少爷，谢谢你。接下来一天，我让张婶什么活都不要干，就好好待在屋内，饭菜都有人送到房间，直到晚餐时他还安然无恙。大家都觉得陈渊昨日的预言是天大的笑话。哎，还能预知未来呢？陈渊，你以后别装神弄鬼了，小心被人当神经病。他冷着脸起身，头也不回地上楼。夜里11点，我特意去看过张婶，见她安然无恙，这才放下心回屋。然而第二天清晨，我却被嘈杂的议论声惊醒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夜张婶死了，听说是被毒蛇咬的。这小少爷说的还真准啊，他果然没有活过今天啊，还真应验了。我一个激灵，冲到张婶的房间，却只见房内狼藉一片，早已空无一人。三少爷，昨晚张婶被蛇咬伤，紧急送医院后不治而亡。为什么昨晚不告诉我？她好歹是我们家的阿姨，被蛇咬伤要去抢救，我都一点不知情啊！只见管家满脸委屈。昨晚本是要叫醒您的，可赵小姐不让，她说你明天还有重要的事不能打扰。我怒视着赵美如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叫醒我？她是我们家的工人，她死的不明不白，我该怎么跟她家人交代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叫你起来有什么用？我们不是已经及时把她送医了吗？她撑不住，也不能怪我们。我话未出口，陈渊却一脸阴冷地走了进来。三哥，我早就说过他活不过今天，你偏不信，还为他训我。现在呢，出事了你却转头怪嫂子，到底谁才是你的亲人？赵美如见陈渊给他帮腔，立马附和道：陈月弟弟说的没错，既然张婶之死都被他说中，陈耀你就别再责怪我了，倒不如听听陈月弟的劝，让他指点我们该怎么趋吉避凶。赵美如，亏你还是个硕士生，你的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竟然信这些江湖鬼话！话音未落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你们陈家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妈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没了，你们是不是害死我妈了？我心头一紧，好在大姐连忙出面安抚，许下厚重补偿，才压下风波。可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陈渊彻底改观，就连大姐也在犹豫中开口：陈渊弟，那你说我们陈家接下来该注意什么？而陈渊却来到院中，慢悠悠地抬头望向祖宅。这个房子不能再住了，若是再住下去，陈家必有灭顶之灾。此言一出，大姐二姐脸色大变。
陈玉，你胡说什么？这老宅我们陈家住了上百年，几代人在这里开枝散叶，怎能说搬就搬？你装神弄鬼也有些过了吧？这里还供着祖宗牌位，你说搬走是要让陈家子孙背上不孝的骂名吗？见姐姐们纷纷指责，我也走上前。陈渊，你不觉得前后矛盾吗？你自称能预知未来，那你进门第一天就该看出祖宅有问题，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？到底是你早知道不告诉我们，还是临时装神弄鬼，故作高深？对啊，你既然真能看出问题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信不信随你们，到时候遭殃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气氛逐渐变得僵硬，众人心底却浮起不安。就在此时，赵美如再度站出来：“大家别气了，陈月弟也是为我们好。既然舍不得祖宅，我们可以不卖，另外买一处房子居住，把老宅交给人打理，逢年过节再回来祭祖，不就两全其美吗？”众人心中本就犹疑，纷纷表示同意，唯独我冷眼旁观。要搬你们搬，我一个人留下，我才不信这个江湖骗子的鬼话。陈耀，你别意气用事了，你要是不搬，那我……你跟他们走就是了，不必管我。此时陈渊却一脸嘲讽看着我：“既然你非要留下，那我就等着给你收尸。”我怒火上涌，抬手便是一记耳光。别在这给我装神弄鬼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搬家那天，我叫来电工，直接切断了总电源。我记得前世老宅因电路问题发生火灾，这一次我就要看看，现在电都没有，这个火怎么起来？半夜时分，我被屋外的一阵嘈杂惊醒。此时四周火光冲天，我想打开门逃跑，却发现门被人从外头锁死。翌日，祖宅焚毁的新闻登上头条。废墟前，大姐带着人正寻找着我的遗骸。三弟啊，你怎么就那么犟？若是听劝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昨晚再劝他，或许就不会了。住口！消防说了，没有人员伤亡，也没找到遗体，说明小妖并不在屋里，都快给他打电话。大姐，不用找了，他昨夜执意留下，我早就说过必死无疑。这火势伴随爆炸，尸骨早化成灰烬，根本找不到，这就是不信我的下场。是吗？不信你的就要化为灰烬。只见我缓缓走来，满身灰烬，却安然无恙。小耀，你没事啊？真是太好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你把门锁死，汽油泼满，还藏了硝酸甘油，怎么没炸死我？对不对？我把手里的铁链、汽油桶还有硝酸甘油瓶扔到陈渊面前，冷冷看着他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有人纵火？说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见陈渊面色苍白，犹豫半天才缓缓开口：“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三哥，你怀疑是我？我只是准确预言了火灾，现在反倒成了凶手，真是冤枉啊！”我冤枉你？如果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知情，怎么会知道火场会爆炸？我们家房子根本就没有爆炸物，而这些硝酸甘油，则是有人故意扔进我们房子里来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此时陈渊却急得满头大汗：“我能预知未来，当然能预测到会有爆炸。这很合理吧？”赵美如眼见陈渊狼狈，急忙上前打圆场。陈佑平安归来是好事啊，你们兄弟怎么能在这里吵？我觉得陈渊的预测救了大家，不然我们都被烧死了。我听闻只是淡淡一笑，随后直接拿出手机。他救谁？那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？他怎么没有精准预测到你买蛇杀人呢？为什么你的购物记录里有一条买银环蛇的账单？赵美如一眼看到屏幕，脸色顿时惨白。她怎么都想不到，一个细小的疏忽，暴露了一个致命的破绽。大姐接过手机，眼神都带上了怀疑。你瞎说什么？我只不过是想在网上买条宠物蛇养，后来发现买错了，买成了银环蛇，就把那条蛇放生了。怎么，我买了条蛇就成凶手了吗？张婶死于蛇咬，咬死他的正是银环蛇。陈渊当天预言他会死，晚上蛇就出现了。各位，你们不觉得蹊跷吗？众人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流转，满是怀疑。陈渊见情势危急，摆出一副委屈的模样。三哥，你对我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就那么排斥吗？我预测祖宅不祥，后来祖宅起火了，你怀疑是我纵的火；我预测保姆张婶会死，你就怀疑我是凶手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陈渊，你别怕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若不是你提醒搬家，大家早就葬身火海。陈耀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自从陈渊回来，你就处处针对他，你是不是怕他分走家产，所以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亲情？我没有针对他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一进门就装神弄鬼。还有你到底吃了他什么迷魂药，竟如此死心塌地？赵美如气急败坏，脸色涨白，陈渊却挡在他身前，声嘶力竭：“我帮大家趋吉避凶，却被冤枉成罪人。大家凭良心说，若不是我提醒，你们还能活到现在吗？我跟大家保证，只要有我在，陈家就一定安宁。”众人犹豫了，2次精准预测让他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就在此时，陈渊却抓住时机，当众发难：“三哥，你因为昨晚待在老宅没有保护好祖宗牌位，仙人怪上你了，你必须尽快离开我们陈家，否则我们陈家所有人都难逃厄运。”话音落下，周围瞬间陷入了死寂，我的心口也骤然一紧。果然他又要故技重施了，前世他就是这样把我赶出家门，最终害我惨死街头。不过这一世我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，根本就不惧他再使阴招。陈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陈耀可是陈老爷子钦定的接班人，你说他不能留在陈家，那以后陈家由谁来接管？
你们看他印堂发黑，双目无神，这是邪魅上身的迹象。你们不懂，只有我这种专业人士看得出来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想要品行端正，能力出众，是父亲认可的继承人，怎么在你嘴里他就成了扫把星了？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故宫们素来受我照顾，闻言纷纷开口为我辩护。三少爷向来尊老爱幼，哪会招祖先怪罪？这场火灾分明是有人纵火，怎么能怪到三少爷头上？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，想借机赶走三少爷，好自己上位吧。我这是在保护陈家，你们不信，到时候陈家的百年基业毁于一旦，你们就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。还有，你们别以为自己不信陈就无关，只要陈耀留在陈家，你们一样会跟着遭殃。张桂花不就是例子？她刚搬到1楼，她当夜就干了，这就是扫把星的威力。故宫们一听这番话，立刻变了口风。这么说的话，三少爷还是先出去住吧，不然我可不干了。钱重要，命更重要啊！搬出去住又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多拿点钱嘛。我心头一阵冰凉，看向迟疑未决的大姐。大姐，你也觉得我该搬出陈家吗？小耀，我一开始也不信陈渊这些话，可他接连2次预测灾祸，又说你留在家里会带来不利，我很为难。你暂时到外面住一阵，把公司的事也放下，我会安排你去合作伙伴公司人头等职位，不会委屈你。不行，大姐，怎么能听陈渊一派胡言就把三弟赶出家门呢？我不同意。和前世一样，二姐依旧是唯一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护我的人。我的心一暖，却也下了决心。二姐别担心，我出去可以，但我不会去合作伙伴公司任职，我只要属于我的那部分家产。前世我听了大姐的安排，去了合作伙伴的公司担任总经理，结果在去参观合作项目的途中被大货车撞上。我怀疑前世我的遇害也是陈渊做的手脚，到时候一定让你笑得比哭还难看。陈渊见计谋得逞，忍不住与赵美如对视，彼此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。离开陈家后，我明面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，夜夜笙歌，暗地里我开始调查张婶死亡案和老宅纵火案。在暗访中，我意外结识了张婶的儿子王大壮，得知我也在暗中调查他母亲死亡的案子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三少爷，没有想到你是这样重情重义的人，愿意为我妈讨回公道，我在这里给你磕头了。随后我连忙扶起了他。这是为了你母亲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们一起查到底。从他口中，我得知管家与陈渊私下多有往来，嫌疑重大，于是我们分工合作，他打入故宫内部，我则追查硝酸甘油的来源。数月间，我们忙碌暗查，而陈渊与赵美如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借神棍权威排除异己。大姐权柄被架空，二姐因为维护我，竟被冠上不吉利的罪名，赶出陈家，更险些遭遇车祸。幸亏我及时赶到，才救下了一直维护我的二姐。小耀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陈家就完了。开始他针对你，现在他又想害我，我怕他下一步就要对付大姐了。放心吧，二姐，我会出手。这天，陈渊正在陈氏集团召开董事会，他在会上大吹特吹。众所周知，以我陈渊的能力，只要你们乖乖的听我的话，我一定能带领陈氏集团再上一个台阶。你们在座的各位也会跟着公司一起腾飞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台下的掌声已经此起彼伏。自他上位，总有人提意见，却全被打压，从此无人敢再出声。此时的掌声成了唯一的苟活方式。他正等铺天盖地的吹捧，却冷不防一个耳光响彻整个会场。了不起你妈！你这畜生装神弄鬼害死我吗？我打死你！挨了打的陈渊这才醒悟过来。你敢打我？我是先知，一句话就能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话未落下，一群人蜂拥而入，对他拳脚相加。你装神弄鬼，我哥只不过跟你提了个意见，你就说他是不祥之人，害他抑郁了，我打死你！我妈在陈家干保姆20年，从来都是好好的，就因为不信你的鬼话，你就说她活不过今年，吓得她精神都出问题了。陈氏员工们站在一旁，强忍着笑。这个被他们恨透的神棍，终于遭到群殴，只有赵美如扑上去阻拦，结果也被推翻在地，挨了几脚。别打了，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你们故意伤害。他刚喊报警，警察就来了，随后迅速驱散人群。随着咔嗒一声，冰冷的手铐扣在陈渊与赵美如的手腕上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是受害者，他们一群人打我，你们没看见吗？我们抓你是因为你涉嫌几起谋杀案和纵火案，至于你挨打，那是因为你该打。两人听警察说自己涉嫌谋杀和纵火，脸色骤变，却仍嘴硬狡辩。你们不要乱说，没有证据的话，小心我们告你们。证据我可以作证，谋杀案和纵火案都是他们2个策划的，而我就是那个具体执行者。这时管家站了出来，一脸愤恨地看向陈渊和赵美如，而陈渊顿时傻眼，怒指着管家：你敢？你就不怕？我不怕，就算搭上自己也要送你下地狱。你禽兽不如，借给我女儿驱魔的名义，毁了她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真相水落石出，我早已查到硝酸甘油的来路。管家有个弟弟恰好在这个站工作，他就接着探望弟弟的由头，顺了2罐硝酸甘油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他的动作却被一架无人机完整拍下。我全认，只要能把那个畜生绳之以法，让我死也愿意。审问之下，真正的身份浮出水面。所谓弟弟陈渊，其实是假冒，他是赵美如的前男友，一个惯骗江湖的骗子。赵美如在看到我失散多年的弟弟照片时，发现与他极为相似，于是他设计偷走我的毛发，调包做了血缘鉴定，让前男友成功冒充我弟弟，企图谋夺陈家基业，而立为手段预言。老宅纵火全是他们合谋的阴谋。
一切真相揭开后，我就出了被软禁的大姐，她满脸惭愧，泪眼婆娑。小耀，都是姐姐不好。其实我并不相信那人的鬼话，而是有私心。我不服气爸妈把担子交给我，却又让我交还给你，所以才想借着陈渊的名义赶你走。没想到引狼入室，幸亏你力挽狂澜，否则陈家百年基业就毁了。爸妈的眼光还是对的，从今天起，陈家就由你接管。之后我接过陈氏集团，却并未独揽，我立马进行改革。三姐弟仅留3成，其余7成全部分发员工。员工们分得股份之后，积极性暴增，都自发为公司发展尽心竭力，根本不需要我劳心费神。而我则是彻底解放，开启潇洒人生。